在沙特吉达举行的国际会议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中俄外长通话。俄罗斯高度赞赏中方提出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立场文件。那您又如何分析呢？此次在沙特召开的会议，一是参会的国家超出了哥本哈根，有4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会；二是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呢也参与其中；三是各方在会议过程中寻求相近的立场，达成了不少共识，也为后续进行谈判和磋商奠定了基础。俄乌冲突已经外溢到全世界，尤其是粮食安全问题。俄罗斯退出了联合国推动了黑海粮食运输计划，对一些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俄乌冲突的影响已经不局限在俄乌两国，而是区域性乃至是全球性的。因此呢，结束战争、缔造和平需要全球性的峰会。吉达会议没有邀请俄罗斯与会，这意味着吉达会议只是和平会议的开始。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现在俄乌双方还不愿意坐下来谈，双方希望通过战场的胜利为自己积累更大的筹码。沙特呢，也很难将双方聚在一张桌子上进行对话。此次会议在尊重乌克兰领土和主权完整等问题上达成了一些共识，这也是围绕乌克兰问题多个国家提出的倡议的最大的公约数。中国代表与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实呢，更引人关注的是，金砖国家中除了俄罗斯之外的成员国都参加了。俄罗斯外长就曾表示说呢，金砖国家参加吉达会议可以向乌克兰以及西方传递一些理智的观点。鉴于此呢，中国、印度、巴西、南非4国代表与会可能会带来某些益处。这对俄罗斯来说，金砖国家机制已经成为重要的沟通和交流的平台。中俄外长在通话时呢，王毅外长表示，中国在任何国际多边场合都秉持独立公正立场，发出客观理性声音，积极推动劝和促谈，致力于寻求政治解决途径。需要关注的关键词呢是独立公正、客观理性。中方一直为劝和促谈进行努力。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最重要的工作是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保持高水平发展。此次通话恰逢在沙特吉达举行的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结束后，双方在通话中也就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王毅强调，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在任何国际多边场合都将秉持独立公正立场，发出客观理性声音，积极推动劝和促谈，致力寻求政治解决途径。拉夫罗夫表示，俄方高度赞同中方提出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立场文件，赞赏并欢迎中方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外界注意到，这是王毅再次出任外长后首次与拉夫罗夫进行通话。此次通话也正值在沙特吉达举行的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刚刚落幕之际。在会议上，中方的建设性角色得到了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与会各国的肯定。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中方始终强调的立场是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而此次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参与吉达会议，也被视为落实这一立场的具体行动。观察指，关键时刻中俄外长间的一次通话，也显示了中国劝和促谈的积极努力。那我们注意到，俄罗斯并没有被邀请到这个会议中来。那么，其实俄罗斯的这个诉求也是需要被关注的。那么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样的会议之后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通话，其实凸显我们两国一方面在这样的问题上保持紧密的磋商，同时也凸显在这一方面我们更加重视要理解不同参与方的他们共同的诉求，这样才能够得到一个相对比较圆满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当地时间5号至6号，在沙特第2大城市吉达举行的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是继今年6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和平会议之后，第2次有关乌克兰问题的国际会议，共计42国代表受邀参会，总数是第一次的2倍之多。美国《华尔街日报》7号发布了题为“有中方出席乌克兰和平问题磋商略有进展”的报道。文中援引西方国家外交官的观点称，中国在这次会谈中总体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美国务院发言人也罕见表示，中方的出席是富有成效的。
We have long said that it would be productive for China to play a role in ending the war in Ukraine if it was willing to play a role that respected Ukraine's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Ukraine's sovereignty. 有观察指，中方主动参与国际危机的调解，打破了西方对乌克兰危机叙事的垄断权，反击其对中国角色的抹黑。西方舆论已明确表示，这是一个重大转变，也说明中国以外交方式努力解决乌克兰危机更得人心。在西方看来，中国被视为推动俄乌和谈的关键，并可能提供一种方式，将莫斯科的一些红线和关切纳入讨论之中。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吉达会议上，中方再次介绍了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停火止战、开启和谈的12点建议。这次这个吉达会议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嘛，因为6月份的这个哥本哈根的会议，我们看到明显的是一个西方主导的会议。那么这次在这个沙特吉达举行的会议，其实我们看到是一个中坚力量这样主导的一个会议。那么这样的会议其实凸显了整个全球对俄乌冲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观念啊，就是大家都不选边站，那么持着以比较中立的和平的这样的立场。在这一个方面呢，中国在积极参与，去发挥了自己的声音。举行此次吉达会议的时间节点也值得关注。在上次哥本哈根会议中，乌克兰曾力促各国接受该国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和平计划，但该计划以俄罗斯完全撤军为前提。当时多个发展中国家对乌方这一主张并不认可。而此次吉达会议则是在乌克兰和美西方高调反攻无果的背景下举行的。《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相对于上次会议，乌方立场出现软化，似乎更希望与主要发展中国家达成共识。一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乌克兰没有再次敦促其他国家接受其和平计划，其他国家也没有坚持要求基辅放弃该计划。但考虑到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力量对比，以及国际多边平台上各方的利益博弈，此次会议能否为俄乌冲突和平解决窗口期的到来奠定基础，仍有待观察。就在会议结束后第2天，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眼下不可能与莫斯科进行谈判，因为任何停火和冻结俄乌冲突的方案都只意味着俄罗斯取得事实上的胜利。他强调，在目前的局势下，不可能有谈判进程，乌克兰只需要更多的武器。当地时间8月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目前不需要谈判，并喊话乌方应向俄跪地求饶。但作为乌克兰危机的另一当事方，俄罗斯在一开始便被排除在外，这也决定着会议成果的局限性。俄罗斯称，没有俄方参与、不考虑俄利益的乌克兰问题相关会议毫无价值，但同时也指出，俄罗斯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愿意接受严肃认真的提议。此前，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还向塔斯社表示，金砖国家参加吉达会议可向乌克兰及西方传递一些理智观点。鉴于此，中国、印度、巴西、南非4国代表与会可能会带来某些益处。尽管参与吉达会议的各方未发表共同宣言或是出台后续进一步促谈措施，但不少参会国家的外交官员认为，各方的分歧已经较今年6月的哥本哈根和平会议有所缩小。有观察指，更具代表性的各方参与并发声，或成为未来吸纳俄罗斯参会以及举行领导人级别和平峰会的重要基础。整个世界已经产生了一个共识啊，一个是不选边站，那么另一方面是要共同的考虑到不同国家在这样方面的一个立场。那么这种立场不仅仅是要体现这个参与方也就是我们说冲突的当事方，同时要考虑着全球各个不同层面的这个国家的影响，在能源、在粮食这方面产生的一些这个危机性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全世界需要共同关注的这样的问题，大家共同采取这个负责任的态度去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有学者指出，当前俄乌双方在战场上仍保持较强的取胜意志，在主权和领土问题上几乎不存在妥协空间。目前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第3次国际会议的日期尚未确定，但无论哪一国主办此类和平会议，如果不涉及如何为乌克兰提供长期可靠的安全保障，如何解决俄罗斯的合理安全关切，不通过一揽子双边和多边谈判解决各方诉求，特别是针对领土主权问题的制度设计，即便能够达成某种临时协议，其后续执行问题和乌克兰的持久和平也难以保障。一方面是双方都希望自己的
这个利益诉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另一方面，大家也都认识到，这种满足可能在短时间内是难以实现的，也是面临着非常重要的困难的。但是又不甘心放弃这样的一种这个诉求，所以我们看到现在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啊。虽然大家的口气是比较强硬的，但实际上在私下里或者在不同的场合，我们能看到这个矛盾的双方、冲突双方都在不同程度的进行持续的这样的一种和谈的摸索。所以这样的一种这个基调，其实还是为未来能够以这个非战争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冲突，奠定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在基大会议召开的同时，俄乌冲突仍在持续。乌克兰西部空军基地近日遭俄军多轮空袭，乌军则对连接克里米亚的2座大桥发动导弹袭击，双方有何目的？乌军此时高调展示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有何深意？俄乌双方在黑海又将展开何种较量？来看分析。根据俄乌双方7号发布的最新战报，过去1天中，俄军在库皮扬斯克方向向前推进，俄防空部队拦截乌军无人机和多枚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及海马斯火箭弹。乌方则称，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人力和装备集中区、炮兵阵地等实施了打击。据外媒8月6号的报道，乌克兰袭击并破坏了连接赫尔松州和克里米亚的琼加尔公路桥，另一条连接港口城市格尼切斯克和克里米亚东北海岸的较小公路桥梁也遭打击，无法通车。今日俄罗斯电视台7号报道称，乌方是使用风暴之影导弹对上述桥梁实施打击的，乌方大约发射了12枚。俄方称至少有3枚导弹穿透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摧毁了2座桥梁。袭击还破坏了一所农村学校以及当地一条天然气管道。不过，俄方称可尽快恢复相关桥梁运作。Russian officials kind of trying to brush the damage off, really saying they'll be functional again by the end of the day, and that they have another one anyway, running to the west of those. But still, this is again pinpoint strikes. 风暴之影是一款英法联合研制的巡航导弹，英国版本称之为风暴之影，法国版本称之为斯卡普。有分析指出，风暴之影在对俄方关键目标进行精确打击方面非常有效，堪称目前俄军最大的威胁之一。风暴之影每次出现的时机都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节点。英国今年5月向乌克兰交付风暴之影时，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就高调现身，并在导弹上签名。8月6号，泽连斯基也公布了一段展示法国版巡航导弹斯卡普的视频。视频中，泽连斯基在导弹上签字，荣耀属于乌克兰，同样非常高调。Кожному лідеру, які допомогли з ними. Потужні системи, дуже ефективні. Вони вже дали вагомий результат. 专家分析认为，风暴之影是一种空射巡航导弹，射程约250公里，威力巨大，一枚导弹的重量可达1.3吨。乌方使用这种杀伤力强大的武器，就是企图破坏俄军赫尔松方向所有的后勤补给线，让补给线长时间停摆。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撰文指出，有4座桥梁连接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内陆地区，现在被毁坏的2座桥梁是在赫尔松作战的俄罗斯南部集群部队最重要的军用补给线，因为另外2座桥更靠近赫尔松乌军控制的阵地，很难安全运送军用物资。他认为，切断克里米亚与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地区联系，是仅次于克赤大桥2次被袭击的影响战争进程的事件。值得注意的是，据乌克兰官方发布的消息，总统泽连斯基6号还视察了乌空军武器装备。在视察过程中，泽连斯基还坐上模拟操纵 F-16战机的设备，亲自体验了一把，并击中一架图95轰炸机虚拟目标。消息称，该模拟设备由捷克向乌克兰提供，用于训练飞行员操作 F-16战机。乌克兰军人目前正在利用这一模拟设备学习该战机的特点及能力。但美媒称，关于美西方向乌克兰交付 F-16战机一事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乌克兰军人英语不佳影响培训，美国尚未与其盟友就培训者和培训地点等细节达成一致。面对乌克兰加强空袭，俄罗斯也在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俄军8月5号夜间到6号向乌克兰发射了70次空袭武器，包括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无人机，至少有10枚导弹穿过乌克兰防空网。乌克兰西部赫梅利尼茨基州副州长图林说，就康斯坦丁尼夫镇的一个军用机场是袭击目标之一。分析指出，乌克兰空军苏24搭载风暴之影应是从赫梅利尼茨基起飞的，西方国家援助的重量级的装备都在该基地。
Given the current situation, we took additional measures to improve defense against attacks from the air and sea. The intensity of strikes against Ukrainian military facilities, including those used to conduct these terrorist acts, has been increased many times over. 现在，俄乌双方的防空系统和空袭体系的战果都无法被完全证实。总体上看，在防空体系方面，俄罗斯的防空体系更加完善，种类数量更多，但乌方使用风暴之影以及无人艇实施的打击，俄方暂未有有效的应对策略，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在沙特举行乌克兰危机的国际会议期间，俄乌两国之间的攻防似乎也在升级。那您怎么看呢？最近几天，沙特在吉达召开的国际会议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会议的目标呢，就是如何实现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构建稳固的和平秩序。但我们也看到，俄乌两军之间的战斗呢，似乎是在升级的，尤其是乌克兰对黑海地区的多个港口以及俄方的登陆舰和游船的袭击是在加强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甚至威胁说，让俄罗斯成为无船之国。整体来看呢，俄乌冲突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换时期，从战争到和平的转换时期。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到了打打谈谈，或者说边打边谈的时期，但是的确开始了外交的时刻，或者可以说是高强度的战场对抗与高强度的外交并行的时期。乌克兰进入反攻也有一段日子了，反攻的进程不如预期的那么快，再次进入了一个僵持的状态。双方是各有攻防。第一呢，就是乌克兰无人机此前对莫斯科的几次攻击，虽然没有造成大规模的破坏，但是莫斯科处于不安全的状态了。对于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俄罗斯也是加强了对乌克兰大城市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这就意味着呢，俄罗斯本土遭到了攻击已经成了常态，而不至于引发核危机。第二，乌克兰最近对俄罗斯黑海沿岸港口以及军舰的攻击，乌克兰的理由是俄军对奥德萨以及多瑙河河口的攻击的还击。第三呢，就是俄乌两军在上千公里交火线的攻防，现在还看不出两军的战略性决定性的会战会发生在什么地方。但是呢，乌军持续不断对克里米亚周边大桥及其设施的袭击，意味着乌军将收复克里米亚作为重要的作战目标。与战场上越来越明显的对等攻防形成对比的是，俄罗斯在外交和舆论场上处于明显的劣势。沙特召集的国际会议并没有包括俄罗斯，相比于6月份的哥本哈根会议，吉达会议的规模和代表性更强，反映了国际社会的一些基本的共识。战争具有自己的逻辑，但是战争呢，最终还是要回到其政治轨道。外交舞台上形成的话语和共识，对战场态势，尤其是决策者的心理，会形成潜在但重大的影响。高强度外交活动的登场，也是俄乌冲突进入转折点的重要的信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拜登计划于当地时间8号签署一项行政令，旨在限制美国对中国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此前，中国外交部已明确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中方认为，对正常技术合作和经贸往来人为设置障碍的做法违反市场经济原则，扰乱全球产供链稳定，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据路透社报道，拜登将签署的行政命令的目标是阻止美国投资与专业知识加速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技术研发，而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预计行政命令将针对美国私募股权、风险投资以及在中国的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投资。消息人士说，行政命令所涵盖的多数投资将必须通知美国政府，某些投资将被禁止。不过，白宫发言人尚未对此发表评论。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路透社在报道这篇消息时用了 long awaited 期待已久一词。一个重要背景是，美方放风此项行政令由来已久，颁布时间也一再变动。美媒报道，美国政府已经与利益相关方举行了会议，也和盟友举行了磋商。此外，美国财长耶伦上月访华后曾向媒体通报说，潜在的限制措施将具备很强的针对性。I explained that President Biden is examining potential controls on outbound investment in certain very narrow high technology areas, and that if we go forward with these, that they will be indeed very narrowly targeted and not
should not be something that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investment climate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纽约时报报道称，拜登政府的官员们去年花费了很多时间权衡实施投资限制的范围。官员们与企业高管进行了接触，征求他们对限制措施影响的看法。行业团体和风险投资家们积极游说，反对广泛禁止对华投资，称那将搅乱重要的商贸关系，最终损害美国经济。对于拜登政府或出台一系列政策限制对华投资，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美国习惯性地将科技与经贸议题政治化，并以国家安全之名义将其用作工具和武器。他强调，中方将关注事态发展，坚决捍卫自身权利和利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早前对此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我们认为对正常的技术合作和经贸往来人为设置障碍，这种做法违反市场经济原则，扰乱全球产供链稳定，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我们希望美方将拜登总统无意对华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的承诺落到实处，为中美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至于该项行政命令将带来哪些具体影响，曾任美国贸易代表副助理并参与过美洲贸易谈判的基尔克里斯表示，美国也一直在试图明确人工智能之定义，并有意控制美国私人与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他认为，新的行政命令将是建立对付所谓敏感国家投资项目进行监督机制的重要一步，该机制今后还会扩大。除了限制对华投资，美国还不断升级对华芯片制裁，不仅将多家中国科技公司及相关高校拉入所谓制裁名单，还与盟友联手限制对华芯片出口。但这一措施正遭到越来越多反对。韩国国会议员三星前高管梁湘子近日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强烈批评了美国对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干预。他敦促美国放弃当前的对华芯片战略。他还警告，如美国继续当前政策，可能遭到更多国家的共同反对，也会反噬自身。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4号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也坦言，他并不担心美国的政策会让大陆无法获得半导体技术，相反，美国企业将失去业务，大陆将会找到反击方法。观察指，张忠谋此言直接点醒一些盲目追随美国的国家，中国大陆有办法反击，没卡脖子。事实上，寒冬之下受影响的是全行业。美国国内有识之士也呼吁政府放弃当前经济主张。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近日表示，白宫将工作重心放在从美国实力和安全出发考量政府干预，这一点令人担忧。他认为这种经济主张越来越危险。That said, I am profoundly concerned by the doctrine of manufacturing centered economic nationalism that is increasingly being put forth as a general principle to guide policy. 萨默斯批评拜登政府限制美国对外投资的措施，表示虽然这些限制措施一开始时影响范围有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负面影响可能会扩大并造成危害。So I think we need to be very mindful of the fact that once put in place, these policies endure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often morph into having perverse consequences unimaginable at the time they were put in place. 在菲律宾不顾中方一再阻拦和警告，执意派搭载违规建材的船只擅闯仁爱礁海域。8月5号被中方依法拦阻后，菲方和美方不断炒作相关议题。菲律宾在6号与7号先是表示所谓强烈谴责，后又宣称召见中国大使。美国则发表声明称支持菲律宾在南海的行动。继7号回应美国国务院声明后，8号外交部再发声明回应称，敦促菲律宾立即从仁爱礁拖走索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状态。晚间，国防部也作出最新回应。
国防部指，近一段时间以来，菲方违背承诺，企图向非法坐滩的军舰运送用于维修加固的建筑物资，此举侵犯了中方主权，违反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海警船依法予以拦阻，并采取了警示性执法措施。在多次喊话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为避免直接拦阻出现碰撞，使用水炮实施警示，现场操作合理合法、专业规范。针对美方炒作言论，国防部指，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在这个问题上指手画脚。我们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利用南海问题搬弄是非、挑拨离间，切实尊重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积极努力。中国军队将坚决履行职责使命，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外交部在8号的声明中指，关于近日菲律宾向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运送建筑物资并引发海上事态的情况，中国外交部已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菲方多次明确承诺拖走在该礁非法坐滩的军舰，但24年过去了，菲方不但未拖走该军舰，还企图对其大规模维修加固，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占领。中方再次敦促菲方立即从仁爱礁拖走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状态。而针对西方将菲律宾方面刻画为受害者进行炒作，外交部发言人指，一段时间以来，中方通过外交渠道多次同菲方就仁爱礁问题进行沟通，明确要求菲方不得向非法坐滩军舰运送用于大规模维修加固的建筑物资，并提议双方尽快商谈管控仁爱礁局势的措施。但菲方无视中方的善意和诚意，执意向仁爱礁坐滩军舰运送用于维修加固的建筑物资，这是此次事态的起因。中国海警依法采取措施，维护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现场操作专业克制，无可非议。同一天，中国海警也发布了事发当天的现场视频。从画面中可以清楚看到，中国海警5201舰对飞尤纳扎5月2号游艇进行警示性水炮喷射，水柱距离飞船只保持了安全距离，全程专业、理性、克制。中方的回应表明呢，中方的行为呢是符合国际法的，而且呢，中方也没有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呢，这并不表示呢，就是中国永远不会采取军事行动。如果菲律宾的行为逾越规范的话呢，我觉得呢，有可能呢，这个局势呢会进一步的恶化。所以这个仁爱礁的这艘废舰呢，我觉得这次目前呢也确实是一个时机。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希濂7号在会见非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时，也介绍了近期仁爱礁事件原委。黄希濂指出，为预防海上意外事件，中方通过多渠道向菲方一再表达严正关切，菲方不顾中方的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派出船只冲闯仁爱礁的附近海域。在此情况下，中方不得不做出必要反应，中国海警依法实施适度措施。事实上，早在24年前，菲律宾以躲避风浪为由，将马德雷山号登陆舰故意坐沉在仁爱礁。过去24年间，菲律宾常年派10余人的海军陆战小队驻守马德雷山号。而出于人道主义精神，中方对菲方向坐滩军舰运送食品等必要生活物资做出了临时性特殊安排，但任何与修复舰船相关的工具和材料则一律不允许带上船只。然而近期因为受到台风杜苏芮的影响，马德雷山号的状况岌岌可危，菲律宾方面便起心动念，希望对该舰实施加固作业。在未经中方批准的情况下，菲方出动2艘巡逻艇和2艘补给船强闯仁爱礁，此后才有中国海警船不得不做出必要反应，对相关游艇进行警示性水炮喷射。菲律宾的这些指控呢，就是一些空洞的口号，他始终没有说中国海警行为到底违反了什么样的国际法，恰恰就是菲律宾的一种目的。所以因为他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和依据，就是想在舆论上抹黑中国，实质上这个事情是菲律宾违法在先。值得一提的是，针对中菲两国在南海主权上的分歧，中方已多次向菲方建议就如何管控仁爱礁局势进行商谈，这充分体现中方管控仁爱礁局势的诚意。黄希濂大使在会见菲副外长拉扎罗时也强调，中方一直在等待菲方反馈，希望双方尽快启动商谈，共同维护有关海域和平与安宁。
而另一方面，美方的火上浇油、大肆炒作，则是进一步激化了当前事态。深圳卫视注意到，美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将舆论重点放在中方使用水炮这一细节上，并以此无端指责中国海警船的反应不够专业克制。此外，美国务院还声称，对非海警的武装攻击将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针对美国务院颠倒是非的声明，外交部7号回应称，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怂恿支持菲律宾维修加固仁爱礁坐滩军舰，甚至派军机军舰在海上配合支持菲方，并动辄以履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来威胁中方。美方这一做法是明目张胆地为菲方侵犯中方主权撑腰打气，其图谋是注定不能得逞的。整个这个地区的局面呢，现在呢，由于美国搅局的因素呢，使得整个南海地区的这个部分呢，这个局势呢越来越不稳定。美国呢是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美国国务院的这种行为能不能产生任何实际的效果呢？我觉得呢，只能是适得其反。美国这种域外势力呢，执意要干预这个地区的局势的话呢，只会使得这个局势呢越来越恶化。菲律宾当局呢对这一点呢应该有清醒的认识。8号，中国驻菲大使馆发言人也指出，南海不是域外国家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的游猎园。一段时期以来，美国怂恿支持菲律宾维修加固仁爱礁坐滩军舰，甚至派军机军舰在海上配合支持菲方，并动辄以履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来威胁中方。美方还纠集个别盟友持续炒作南海问题，大肆鼓噪此次海上事态，攻击中方正当合法的海上维权执法行动，有理不在升高，而在是非曲直。美方图谋欲盖弥彰，注定是徒劳的。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在南海制造紧张、挑动对抗的言行，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在美国制造的这种安全陷阱的前提下，如果类似于菲律宾等这些南海国家上了他的当，其实就是丧失了自己的这种发展机遇。一旦发生争端的话，对于美国来讲，可以起到一石多鸟的作用。它可以把很多国家拉入到这个圈套里边，它可以削弱中国在中美竞争中赢得有利地位。其次呢，这些国家都会购买武器装备，它是得利的。最后最核心的是，美国一直执行的是离岸的战争政策。说白了，打不赢他打不赢就跑，其实给地区国家和人民留下了这种深重的灾难和生命财产损失。值得一提的是，为保证海警机构依法履行刑事侦查权，规范办案程序，提高办案效率，5月15号，中国海警局发布第1号令，公布海警机构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这是中国海警局制定出台的首部关于海上维权执法工作的规章，自6月15号起施行。不过，相关规定出台后，再次遭到美西方的抹黑。深圳卫视注意到，规定正式实行后，菲律宾船只已不止一次擅闯仁爱礁。6月30号，2艘菲律宾海警船未经中方允许，擅自闯入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船依法开展执法活动，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海上秩序。外界认为，菲律宾海警船接二连三接近坐滩军舰，也有试探中方执法力度的意味。其实不光是菲律宾，也包括美国，他也是在试探、摸探中国到底会做出如何的反应。菲律宾有试探的作用，但他更多，我觉得他还是想在美国的加持下占点小便宜。菲律宾不能错误地认为这个联盟条约可以用来帮助他主动的进行对外的出击，那他就是大错特错了。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中国海警用水炮阻拦菲律宾船只，引发广泛关注。那么，为什么菲律宾现在要加固仁爱礁坐滩的破军舰呢？主持人好，菲律宾在中国仁爱礁坐滩的那艘破军舰呢，已经有24年了。1999年5月，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美军轰炸以后的第2天，菲律宾一艘破旧的坦克登陆舰便驶往仁爱礁，恰好漏水，之后呢便坐滩停在那儿。菲律宾从此以这艘破军舰为据点，派海军士兵轮流驻守，企图呢长期的非法占据。看看菲律宾对仁爱礁的非法占据，就是乘人之危而实现的。以后呢，中方多次的与菲律宾交涉，菲方呢也多次的明确承诺会拖走坐滩的军舰，但是呢一直没有做，军舰还在那儿。2013年台风海燕席卷了菲律宾，仁爱礁上的破军舰呢虽然侥幸的躲过了台风，
但菲律宾海军用民用船只用来建筑材料，试图呢打桩加固这个尝试建设永久性的基地。中国海军军舰现身，这个及时的阻止了菲律宾的打桩加固的企图。此后呢，中方鉴于南海和平，阻止菲方大规模的维修加固军舰，但是呢，对菲军这个龙班呢加以克制和容忍，没有采取强硬的措施。中国这样做呢，一是等待菲律宾拖走坐滩的军舰，二是等待自然因素，比如说海水腐蚀这个台风影响，来迫使菲军自动的撤离。不过呢，自从去年马克思就任菲总统以后，这个美菲加强了联盟关系，菲律宾呢又试图狐假虎威，打起了加固和维修军舰的主意，以人员轮换和运送生活物资为名，持续不断的加带大量的建筑物资上船，对中方的严正关切呢拒不回应。那么这次中方获得准确的情报知道菲律宾呢也要往仁爱礁坐滩的军舰运送用于维修加固的建筑物资，那么中国海警呢就出动了，用水炮驱离了这个运送建筑物资的菲方船只。菲律宾之所以呢现在又产生了加固军舰的念头，很明显，一呢是想借美菲军事合作升级的势头，用美军压制中国；二呢是说明坐滩仁爱礁的破军舰可能是越来越破烂，菲律宾可能呢难以驻守了。但是呢，菲律宾的如意算盘呢又打错了，不仅再次的遭到了中国的阻拦，而且美国呢也没有帮助菲律宾的理由，只是打打嘴炮，给菲律宾一些感情支持而已。中国海警把菲律宾非法运送建筑物资的船只驱离后，美国宣称要启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4条，履行防务承诺。那么您觉得美国能做什么呢？如何帮助菲律宾呢？我先给大家传达一下最新的消息。五角大楼呢刚刚举行新闻发布会，说美国国防部目前没有接获任何需额外援助菲律宾的信息，所以呢，美军没有任何关于派遣任何类型额外援助的消息要宣布。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没有理由启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来为菲律宾做点什么。菲律宾船只被驱离，只能认怂认栽。其实中方的行动安排得很精到，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研究得很深入。这个条约的第4条说如果菲律宾公共舰船、飞机和武装部队，包括海岸警卫队，在南海受到武装袭击，美国启动相互防卫承诺。那么中国出动的是海警，用的是水炮，根本就算不上是武装袭击。加上中方呢及时的公布了中国海警水炮喷射这个飞船只的现场画面，机器人都不会觉得那是武装袭击。这个美国呢想帮忙没理由。其实从中国海警船2021年11月用水炮逼走菲律宾的补给船，美国呢就威胁说要履行对菲安保承诺，但是到现在呢什么也没做，可能呢会让菲律宾民众感到美国呢就会吹大话，遇到问题就缩回去了。那么也可能呢就促使这个菲律宾政坛反思，究竟在中美之间该如何站队，以免倒的紧跟美国会不会反倒加剧坐滩军舰的撤离呢？这个美菲原本是要把中国水炮喷射飞船只呢变成一个热新闻，想不到呢通过这件事，中方向世界强化了3件事：一是美菲联盟不太牢靠，比较虚伪；二是仁爱礁是中国领土，不得菲律宾侵犯，美国干预；三是美国幕后操纵的所谓南海仲裁案，对中国维护南海这个岛礁主权呢是没有任何用的。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在成为该党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参选人后，为了选举利益，竟然妄图洗白他台独金孙的标签。但赖清德日前在接受采访时，有狂妄坚称自己是所谓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岛内舆论直言，无论怎样包装，其台独的尾巴终究难以隐藏。近日，赖清德接受台媒专访时宣称不接受“台独金孙”这个标签，因为在台湾的政治上，只有政治金童，没有台独金孙这个事情。大家拢是汉子仔囝，是大家拢是
我是买囝，所以不可能是金孙这个物件。但对于他的另一标签“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赖清德则诡辩称，务实就是根据事实。事实上，赖清德从不讳言自己的台独立场。担任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时，曾多次公然自诩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因其敢言敢冲，被独派寄予厚望，被视为台独金孙。但随着2024选举打响，赖清德深知岛内民众畏战忘和，台独是票房毒药，因此为了骗选票，赖清德画风突变，企图降低岛内民众和外部势力对其不可控搞台独的疑虑与担忧。赖清德的这种所谓的台独主张，那么它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理念性的台独，它可能会为了选举去进行一定性的这种策略性的政治的欺骗、政治的买票的操作。但是一旦他真的得到了这个权利，那么毫无疑问就会立刻将台海两岸推入到一个险境之中，会给台湾人民带来一个持续性的一种长远性的一个危机。民众党主席柯文哲4号就曾警告，若赖清德当选，将会升高台海冲突风险。赖清德战争风险还是高，台海不应该有战争，因为美国还没有决心跟中国对打，台湾应该成为中美沟通的桥梁，不是中美对抗的棋子。比这一条菜，那个赖清德就不及格了。你一个白宫说理，美国国务院都要偷偷的表达关切。值得注意的是，赖清德近来不断提升自己的曝光率，不仅是此次接受台媒专访，早前还主动投书美国《华尔街日报》，提出维护台海和平所谓4根支柱，但被舆论认为是4大骗局。之后，赖清德又在造势场合宣称，当台湾地区领导人可以走入白宫，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就已经达成。观察指，这一言论就是追求台湾独立及美国承认，严重冒犯了美国的一中政策，触碰美方红线。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就指出，拜登政府已要求台湾方面厘清赖清德的说法，质问赖清德是否会出现更多意外。本月中旬，赖清德拟窜访所谓友邦巴拉圭，并在往返途中2度过境窜美。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过境安排，美方给予赖清德的规格和待遇非常低调。去程纽约仅停留1晚，返程旧金山又于凌晨离境，还不足1晚，显示对其存有高度疑虑。岛内还盛传，赖清德过境美国期间，美方要求乔宴不公开。那么美方很显然是一个对他的规格是进行了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管控。那么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大陆方面那么去积极的去管控台独，积极的去遏制赖清德在台独势力在美国去这个兴风作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国台办发言人日前表示，坚决反对赖清德以任何由头、任何形式窜美活动，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赖清德过境窜美的目的是以美谋独，是在兑现其走入白宫的台独承诺，并为个人谋取选举私利，最终损害的是岛内民众利益，破坏台海地区和平稳定。事实会证明，赖清德是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日本前首相、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7号至9号窜访台湾地区，这是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自民党窜台的最高层级政治人物。麻生太郎8号在一场演讲中妄称，鉴于中国大陆不断扩大的军事影响力，为了台海稳定，美日和台当局必须做好战斗准备，彻头彻尾暴露其台海麻烦制造者的丑陋面目。麻生太郎8号在台北出席一场所谓印太安全对话，并发表专题演讲。麻生太郎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已是全球共识，有3大前提：一是发挥强大的嚇阻能力；2是更要有打仗的心理准备，而不是只有防卫的力量就可以；要有万一的时候能够动用武力防守台湾，以及为了维护台海安全有可能动用武力的意志力。戦う覚悟です。いざとなったらお金かけて防衛力持ってるだけではダメなんだ。それをいざとなったら使う。台湾の防衛のために、台湾海峡の安定のためにそれを使うという意思、明確な意思を相手に伝えて、それが抑止力になると。
舆论分析，麻生太郎此番言论表面上看是为了安抚台独势力，坚定民进党亲美日反大陆和以武拒统的决心，实际上是另有所图，就是为日本增加军备、穷兵黩武做出合理解释。去年日本发布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3文件，提出5年内将防务预算提升至 GDP 的2%。实际上是有2个目的，第一个呢是为日本去年年底在制定的所谓的日本的国家安保战略在做一种解释，或者说做一种所谓的辩护。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它实际上是希望两岸进行对抗，然后日美台一起合起来对抗中国大陆，这是他的一种目的。所以呢，他在台海议题上的所谓的这个他的目的，其实在这次的这个演讲中间，表现得非常明白。据台媒报道，麻生太郎在台期间会分别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以及副领导人赖清德进行会晤，并与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立法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及台北市长蒋万安分别进行会面。值得一提的是，麻生7号一抵达台湾就前往吊唁已故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麻生称，就目前台湾与日本的关系，甚至是经常被提起的印太战略或布局，背后都有李登辉的影响。在李登辉当政的那一段时间内呢，他实际上是利用他的地位和影响力，推动了台独势力在台湾岛内的这个发展。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符合日本政策，甚至替日本在推行某些方面政策的这样的一个人，麻生太郎去也并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这个事情。8号中午，赖清德宴请麻生太郎一行，感谢麻生对台湾的所谓支持与关怀，还谄媚称台湾与日本享有所谓共同价值。而在麻生此次窜访台湾之前，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以及中国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曾先后访问日本，并都与麻生太郎见过面。麻生太郎成为唯一一个和岛内蓝白绿3大阵营参选人谈过话的日本政要。分析人士称，麻生太郎此次窜访台湾，目的之一就是为赖清德助选，因为比起国民党与民众党，麻生太郎更希望民进党赢得明年选举。针对日本政客窜台，国台办早前就曾回应表示，我们敦促日方某些人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认清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尤其要汲取历史教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在台湾问题上谨言慎行。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不要误判形势，以外谋独，给外部反华势力充当棋子，只会以失败告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蔡亮在接受北京晚报采访时也表示，麻生太郎窜访台湾是日本利用自身政治制度特殊性，再次给中国制造麻烦，是对中日关系的严重冲击。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间的基本信义，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仍然难有起色。需要指出的是，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在中日4个政治文件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法律位阶是最高的，它由2国立法机构分别通过，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府行为，而是一个明确的条约。蔡亮认为，在台湾问题上，条约重申了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确认声明是2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并严格遵守其中各项原则，这一点十分明确。欢迎回来。8月8号，2023为来深圳台湾青年深圳实习活动组织50余名实习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座谈会。国台办新闻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陈斌华，省台办副主任肖冰，深圳市委常委王强看望来深实习的台湾青年，与台青交流实习的心得和收获。多位台湾青年表示，此次实习是他们梦想中的机会，希望日后学有所成，回来建设深圳。来自台湾中兴大学、北京大学、暨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两岸多所高校的台湾青年，分享了这1个月在深交所的实习收获和生活见闻。来自北京大学的陈其珍已经是第3次参加台青实习活动。
他表示，活动提供的很多岗位都是来自业界的一些顶尖企业，是难得的机会。在深交所实习的这1个月，不仅增进了业务知识，还得以参访许多优质的企业，极大地拓展了他在金融领域的认知。深圳市委常委王强也对这个来了3次的台青产生了好奇，问他将来打算留在哪里工作。陈绮贞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留在深圳。”为什么每次都会来呢？喜欢啊，就娘家嘛，回娘家就很亲切。深圳卫视注意到，参加此次台青实习活动的不乏第一次来大陆的台湾青年。来自台湾中兴大学的大3学生詹礼祥就是这样一位台青。对他来说，印象最深的是前往河源市畲族乡体验当地的文化和生活。他感觉那里的环境和台湾客家人聚居的苗栗县很像，当地人给他们煮东西吃，小孩子还跑过来和他们互加微信，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那这次的体验对我来说非常特别，从小到大都是在台湾这边交到的朋友，所以希望说可以有所结束。主办方介绍，这是台湾青年实习活动举办7届以来第一次走出深圳，旨在推动海峡两岸研学教育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当我们台青到当地去看的时候，发现其实那里的乡村的街道，其实就跟我们台南市、跟我们台湾的乡村其实很接近的。其实从那边看到，其实我们是同文同种，同用一个文化，同样一个祖先的一个地方。自2017年来，在深圳市委台办各有关部门及各方面的有力支持下，深圳台商协会7年来共计组织了近1000名台湾青年到深圳实习，为他们提供了精准实习就业的渠道，为深圳台湾青年深化友好交流搭建了线下实践平台。深圳市委常委王强也为在座的台湾青年介绍了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国际化大都市的历程，肯定了台胞台商在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对两岸交流发展的贡献。国台办新闻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陈斌华表示，两岸关系的希望是青年，两岸青年友好交流，越早播下友谊的种子，就越能开出和平的花。